今天我是开眼了，我来让你们见见什么是高级绿茶。有一姑娘给我打电话，哔哩哔哩一通讲。这姑娘呢是28岁做销售的，她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闺蜜，27岁在事业单位上班啊，两人呢一直都是单身。这上个月呢，她朋友去相亲，认识了一位男士，31岁，身高在180左右，长得很帅啊，开公司，有车有房，条件不错嘛。认识了有半个月，两个人就很快确认关系，相处的也很融洽。这上周人小两口就约这个姑娘一起吃个饭，认识一下嘛。就这样呢，到了约定的地方，这姑娘一看见那闺蜜的相亲对象就直接给惊艳掉了。长得又高又帅呢，衣品还很好，说话彬彬有礼，特别有好感。她就赶紧坐下呀，比自己相亲都紧张。吃饭期间呢，这男士对她也是照顾有加也比较周全。她就发现自己跟闺蜜的男朋友有很多的共同点，比如喜欢追剧、动漫，还有健身、游泳等等。她跟我形容说呀，这闺蜜的男朋友人很好，很有教养，穿的衣服这个也很有品味，很高级，也很幽默。总之呢，这次相处就很愉快，很难忘。结束之后呢，她主动加了闺蜜男朋友的微信。回家之后她就睡不着那翻来覆去想着闺蜜男朋友，她就给这个男士发信息人男士没回她嘛。第二天她又主动发信息，说自己遇到了一点事情，很难过希望对方能够帮帮自己。这事闺蜜不能知道，所以要帮她保密。于是就从此开始两人的话题是越聊越多而且经常穿睡衣去打视频聊天。反正这些事都她告诉我的听她描述这些我都惊呆了。后面的套路就是不是今天头疼就是明天定疼。那闺蜜的男朋友也是很体贴多次看望病号她在人男朋友面前那是哭的是梨花带雨甚是可怜，也特别的委屈。她跟我讲这些细节的时候，我问她，我说这些事儿不应该藏着掖着点吗？她说那有什么，无所谓，说男人就喜欢吃这一套，哎呀，说出来也不值得什么。哎呀，刚过去这个周末他们俩私下里又见了一面，又是去游乐场，又是看电影。她说呢，还没有明确关系，但是已经现在很暧昧了，只是碍于这个闺蜜的情分在，所以没有直接说破。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我都以为她找我是来忏悔来的，觉得对不起闺蜜，结果呢是想让他们分手，她上位。听得我那是火冒三丈去怼她，你这种人真的是贱你这不是知三当三吗？她说闺蜜身高1.6米多点还胖，长得一般，那自己身高170，体重110，身材好，长得也好，男人都喜欢他们俩才是良配。说什么他们没结婚呢，我有权利追真的有些人呢那是没有道德底线的。我看你是82年的龙井老绿茶了吧，头一次把知三当三挖墙脚说的是这么的清新脱俗像没有见过男人一样，真的是自以为是的，没有半点优点人品败坏，道德低下。你只觉得长得帅就应该配美的，但是你忽略了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做感情。你只知道用颜值去评判一个人，开口闭口都是踩别人来捧自己，显然不懂什么叫人品，从小爹妈这没教育好，只觉得有好就要去抢，哪怕是别人的，从没有想过在道德层面上合不合情理。用我这边的词叫做下贱。那个男人一样也不是东西。我一直都以为电视剧里那些女主被坏人欺负那最终反抗暴打全世界赢得美男归的狗血剧情剧都是有意夸张的，里面的反派都是刻意降低智商，又蠢又坏，来反衬女主的纯洁无瑕的。如今看来哎呀，是我见识浅薄，艺术真的是来源于生活，现实更加离谱。哎呀，本人一向安分守己积德行善，为什么今天让我这么遇到这个恶心玩意儿呢？今天我们唠点相亲市场上的真相不知道有些人是在象牙塔里面待久了，没有经历过社会毒打还是怎么地，找对象呢都总是跟做梦一样。哎呀，要找白马王子白马我给你整不出来那刺猬和王八我有。5年前呢，认识一个姑娘，26岁，普通本科行政专员性格很好，而且人长得很漂亮。那个时候好多男人都喜欢她，她就是那种男人特别有眼缘的类型。结果5年过去了，那是挑挑拣拣的，谁也看不上。我那门口看门的刺猬都给熬秃了皮了。他挑什么呢？这个男人有钱，但长得不好看长得好看又没钱，找个有钱又好看的，又觉得对方情商不够，在一起不开心。他说自己也不清楚要找什么样的，反正我是觉得他什么都想要，总说差不多就行，其实差一点都不行。好了，现在31岁了，没事就给我打电话说有没有合适的。我说暂时还没有。他说不是最近男士挺多吗？我说人家条件好的一听你的年龄就不想认识了。他又开始后悔说条件差点也行。我问他差多少，他说也别太差了这个长得别太难看，条件别太低，赚的比我高点就行。
我说离异的有，他一听就急得哭呀，说自己还未婚呢，不想找离异的，然后就是后悔。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在相亲市场上，很多这样的自身条件真的很一般，外貌确实稍有优势的，各种挑挑拣拣，那男人都是看脸吗？你好看了，喜欢你的就多，于是被追捧的过程当中各种看不上，理由就是对方配不上自己的才华和相貌。好了，终于熬到30岁了，择偶范围呢是越来越小，择偶要求反而是越来越高。他责备我是不是存心不想帮他，挑的都是什么歪瓜裂枣。秉承着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态度我也不好意思把话说的太明白吧。可有些人呢，就是看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自我认知偏差的太厉害了。结婚呢，找对象，你说白了就是要搭伙过一辈子的。如果你本身并非独身主义，内心极度渴望爱情的话，到了30岁你还单身，绝对是要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我可没有制造焦虑我也没那个能耐。这种焦虑是社会是现实造成的。30岁是相亲市场的分水岭，甚至有些3、4线城市26、7岁之后，你就要面临可选择的择偶范围是越来越小，意味着越来越少的机会可以遇到你合适的人。当然，如果你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程度足以忽略年龄的限制，那你可以忽略我所说的。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是普通人，那么我希望你能够认清现实。在婚恋市场上，30岁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这个年龄段的思维方式普遍会随着阅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心态也会不一样。那男人对爱情没有那么多的期待了，择偶要求多数都是用开玩笑的话说女的活的就好，条件普通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人好合得来就可以。可有些女人呢，更像是一场赌又着急找对象，又谁也看不上。年龄越大呢，不是认清自我，而是认清了现实，觉得这个社会没车没房没钱的是行不通的。好了，开始要求男人买车买房，有存款7位数。还有一部分呢，选择了事业而非家庭的女性由于自身的社会地位财富积累的变化，往往不再执着于寻找物质上能够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的伙伴，更加追求灵魂上的这种灵魂伴侣，一起度过余生。这种择偶观呢，比要车要房要存款的更难找。说句现实一点相亲市场上并非只有你一个人，越是优秀的男人眼里他们越想要找一个年轻漂亮的，他们更加愿意看重的是女人的性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所以女孩子你要学会聪明一点，只要你进入到相亲市场上，一定要在你有限的年龄红利期里面去找到你合适的人，千万别再错过了青春追悔莫及，别再做春秋白日梦了。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含恨而出。有位大兄弟问我了一个很扎心的问题相亲遇到按摩女怎么办？这问题我听完一愣这事儿说来话长了。这位大兄弟呢，今年31岁，做 IT 工作的，平常呢主要在家里接活干，一年能赚个20、30万，收入算是可以的吧。有车也有房子，就是长相一般，加上经常熬夜不怎么收拾自己。之前呢追过几个姑娘都失败了，就一直单身。他累的时候就喜欢去附近的一家足疗店里去按摩。有一个姑娘24岁两人是老乡，话题很多。为了这个姑娘呢，男士也没少办卡，姑娘也是大哥长大哥短的叫着他。他说自己挺喜欢这个姑娘但就是做这个行业的人水有多深，而且这姑娘还做了5年，肩膀那里还有纹身，他就很抵触。除了按摩聊天其他也不怎么联系。这上个周热心的邻居大姨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说是99年的，性格很好，在外贸公司做内勤工作，一个月能赚3000左右，人呢明事理也懂事是个乖乖女。于是他就盛装打扮了一下就去赴约了，约的是晚上6点半，他先到了，那个姑娘呢还没到，男士就在那等着呀。这快到7点的时候，这姑娘打电话问他坐在哪，他边接电话边回头，一下子两人对上眼了，都愣了一下就是那个按摩的姑娘，场面一度是很尴尬呀。没办法只能继续约会了呀，人都来了，饭都定了呀。于是呢，这两人是边吃边聊因为本身就比较熟悉气氛也没有那么的冷场。男士呢先是有点带气问这个姑娘为什么要隐瞒介绍人工作的事。姑娘解释说自己也是怕被人嫌弃才隐瞒的，和男士呢也道了歉。男士也想想算了两人就吃饭聊天。他就发现这姑娘的性格比那些相亲女好太多了，知道关心她，给她夹菜。期间呢，这姑娘还问这个男士是不是嫌弃自己做按摩这种工作。男士呢也说实话，他不否认做这行的女生也有出淤泥而不染的，但毕竟他所处的环境里面充满了太多的诱惑，所以自己也不确定是否介意。姑娘听完呢，表现出也比较懂事很理解。吃完饭回家之后这姑娘没事呢就会发信息问这个男士，吃饭没有累不累压力大不大等等。他心里就特别纠结自己单身这么久是头回呢遇到这么关心他的姑娘。
是不是自己带的偏见太多了呢？按摩女也不是不好的。于是他就问我要不要在一起。哎呀，你看问我的这些问题啊，整得我呀。你说一个人的品行啊好坏啊，这个职业确实不是决定性因素，但一定会受环境影响，这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啊。如果你是一个出手很阔绰的大老板，那点名让他给你服务，出钱2倍。咱不说某些越线的服务，我觉得90%的概率他会妥协，会积极热情的对待这个老板吧。就算一次守住，其他的同事接了单子，哎，你辛苦赚1份，人家呢却轻松得2份，最后1个月拿到钱还比别人少很多。你能保证几次能够守住原则呢？很多男士都曾经问过我，说喜欢过夜场还有足疗的女人啊，问我这类人适不适合结婚，3观是真的有问题吗？不是说做这个行业的人有问题，只是说这个行业他们可能习惯了赚快钱，习惯了某种轻松赚钱的方式，没有办法再去认真的去做其他的行业。从一开始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他们其实心里很清楚这个行业的水有多深，依然能够进去，要么被骗，要么心甘情愿。但法治社会，你觉得被骗的概率有多大？多数都是了解了自己要工作的内容才去做的这个行业。一旦见识过这个世界的纸醉金迷啊，通过某种方式啊尝试到了甜头，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安安分分的去跟人过日子。如果你的经济实力没有雄厚到让他可以为你改行，那即便你用真心啊打动了他，他也未必能够会为你放弃这门营生。即便他愿意为了你放下这门营生啊，等热恋期一过，新鲜感一没，如果你不能在经济等方面满足于他的话，指不定啊哪天啊又会重操旧业。不是我对这个行业啊带有色眼镜，其实从事过这个行业的人呢，也清楚自己做过什么事情啊，只是大多数选择避而不谈。我不否认会有只努力赚钱、思想比较纯洁的人，但概率又有多大？我倒劝大家宁可生活圈当中去找，也不要从这个行业里面去找，因为从事过这个行业肯定是见过形形色色的男人。你反观一下自己，你有哪些闪光点和不同点，能让他彻底杜绝那些诱惑？你若对自己没有十足的把握，尽量不要开始。总之啊，这个感觉就是后患无穷。毕竟人家一开始见你也是有意隐瞒了身份，为什么呀？这点能想出来吧？虽然有句话说呀，男人的2大爱好是拉娘家妇女下水，劝风尘女子从良，但还是希望所有大兄弟们谨慎考虑吧啊，言尽于此了。至于咋选呢，自己决定。顺便问一句，公安局会去图书馆扫黄吗？真的，我这个脑子现在冒冒的一片一片全是星星，真的。